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理解那句网络名言：嘲笑东北，理解东北，想成为东北，但绝不可能超越东北。在中国2000年加入 WTO 以后，经济全面腾飞，等到房地产经济崛起，由于东北本身的城市化率已经较高，再怎么折腾也难以充分吃到房地产的红利，所以东北发展的速度也降低了下去。就在东北发展速度降低的时候，全国很多地方却吃到了房地产的红利，再加上东北基础建设相对来说比较完善，而其他地方的基础建设刚刚开始，所以大多数基建项目都没能让东北得到什么实惠。结果现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大基建带来的回报遥遥无期。不说西北西南的基建建了是否一定能发挥作用，只说全国的主要城市为了基建甚至搞得负债累累，一下子把自己拉到了东北同一个起跑线。终于很多地方理解了东北，也明白了自己的命运就是变成东北。其实在很多方面，东北的确只是先行者而已。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是全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人口合计减少了1099万人，其中黑龙江减少了646万，吉林减少了338万，辽宁减少了115万。2021年，东北3省人口合计减少了超100万人，2022年又减少了86.4万人。然而，随着2021年全国人口增量创历史新低，2022年全国人口正式转向，2023年全国人口减少速度加快，很多曾经嘲笑东北的地区也在东北化了，典型如山河4省，还有整个中部地区。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山河4省是近年来在网上颇为热门的一个概念，是指山东、山西、河南、河北4个省，简称晋冀鲁豫。因行政区名称各有2个山河、2个河，故得名山河4省。这4个省份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文化联系密切，而且在经济发展、高等教育资源等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而中部地区则指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山西6个大省。2023年，这6省人口合计减少133.333万人。2024年，中部局面稍微好了一些，安徽的常住人口由负转正，增加了2万人。河南、湖南、湖北的人口减少规模比2023年有所收窄。河南2023年减少57万人，2024年减少30万人；湖南2023年减少36万人，2024年减少29万人；湖北2023年减少6万人，去年减少4万人；江西、山西的人口减少规模则扩大了一点。江西2023年人口减少12.97万人，去年减少13万人。山西2023年减少15.36万人，去年减少20.03万人。而2024年中部6省合计减少94.03万人。出生人口持续下滑，导致了2022年至2024年人口数量3连降。河南、山西、江西人口竞争力不足，导致人口净流出。河南过去4年常住人口合计减少了156万人，但其自然人口2022年才开始减少。2021年至2023年，河南省自然人口仅减少4万人。这就意味着过去4年河南省有超150万净流出。山西、江西也是如此，只是流出人口规模小一些。山西过去常住人口合计减少44.54万人，自然人口合计减少16.89万，计算可得过去4年山西人口净流出27.65万人。你得干点啥，你得出去干点啥，你天天这么躺着，人一笑话你。这些数据正好与202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相呼应。
报告显示，东部地区是农民工净流入最大的地区，中部地区则是农民工净流出最多的地区，其次是西部、东北。2024年，安徽省出生人口37.8万人，死亡人口51.5万人，自然人口减少了13.7万人。而2024年，安徽省的常住人口增加了2万人，以此计算，去年安徽省有15.7万人口净流入。作为安徽省省会的合肥，政府强势主导的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行业的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的超级出口大国，也使合肥成为中国其他城市的榜样。2023年，合肥常住人口增量高达21.9万人，位居全国第一。2024年的14.9万的增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贵阳、深圳。而且在此增量助攻下，合肥常住人口规模突破1000万，成功晋级1000万人口城市俱乐部。自己没能耐就说没能耐，还大环境，你到哪都大环境不好呢？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合肥的成功在于经典的2次精准投资。2008年9月12日，京东方与合肥市人民政府以及旗下2个国资平台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确定在合肥投资建设一条6代全工序生产线，项目资本金共计90亿元，其中合肥市政府出资60亿元，并承诺在后续增发不成功时将兜底全部的90亿元。而当时合肥市1年的财政收入仅有161亿元。当时的合肥看中并决定投资京东方，并不是贸然为之，而是出于长远的产业规划。彼时的合肥已经成为了国内3大家电制造基地之一，并已经通过招商引资方式为4大家电配备了相应的上下游产业链，但是唯独缺失了彩电生产中重要的一环——屏幕。投资京东方正是合肥在寻找的产业突破的机会。2010年11月，合肥6代线已开始量产，距离其破土动工仅18个月，创造了行业奇迹。这一条产线生产出了国内第一台32寸液晶屏幕，实现了合肥市在液晶面板产业上零的突破。投资新能源汽车实际上也被证明了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投资。2020年4月29日，蔚来与合肥建投、国投招商、安徽省高新投组成的合肥战略投资者签署了关于投资蔚来控股有限公司及蔚来中国的最终协议。根据协议，战略投资者将合计向蔚来中国投资70亿元，持股比例为24.1%。合肥国资这次仅用了1年的时间，便回收了所有投资成本，还额外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蔚来与合肥政府的投资协议落地后，迎来了大级别的上涨，回报了合肥的战略眼光。蔚来也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对合肥国资股份的回购。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蔚来分3次以总计105亿元规模回购了合肥国资持有的部分股份。至此，合肥国资手中依然握有蔚来中国接近8%的股份，并额外获得了35亿元的投资回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合肥的逆袭无疑为中部省份的困境带来了希望。然而，眼下中国经济困难重重，房地产泡沫破裂，基建回报迟缓，人口流失，叠加内需难以提振，生产能力过剩。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调整又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却始终疲软。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仅约 38%， 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60%。这意味着，尽管工厂流水线昼夜运转，生产出的商品却难以在国内找到足够的买家。2025年初，美国对华商品的关税已从 20% 逐步攀升至 50% 以上，覆盖从电子产品到机械设备的广泛品类，这极度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利润。
面对这一困局，政府正在尝试一系列刺激措施，降准降息、消费补贴，大力支持私营企业。然而，提振内需的效果并不明显，反映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完善。这些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民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无论是就业、养老还是子女教育，都让他们更倾向于储蓄而非花钱。人们逐渐意识到，东北人所谓的不思进取、思维固化木讷，根源不在人本身，所以开始理解东北，理解东北人。南方人反过来向东北迁移，低房价、低物价，反卷躺平，年轻人也逐渐想开了。原来国家机器上的齿轮螺丝钉没有一丝自己的时间，因为机器不停，你就不能停。现在随着机器运转速率下降，以及螺丝钉齿轮跟不上现有机器的运转速率，齿轮螺丝钉们终于有了一丝丝喘息，给自己留下点思考的时间，思考人生。我知道你有理，但我们先不讲道理。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当年被迫背井离乡的东北人开始陆续返乡。近年来，那些追求安稳、不愿卷入无尽竞争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选择到东北谋一份生计。东北的低房价、低物价成了吸引他们的磁石。更重要的是，东北的文化正在自媒体时代迎来复兴。短视频平台上，一个个博主演绎着东北的幽默和豪爽，哈尔滨冰雪节的爆火，沈阳夜市的烟火气，不仅让外地人重新认识东北，也让返乡的年轻人找到文化自信。他们用镜头记录家乡，讲述着东北的故事，悄然改变着东北是衰落的刻板印象。这种文化输出，正是东北人在困境中寻找自我的缩影。直播、烧烤、低房价、低物价、慢节奏、低人口密度，嘲笑东北，理解东北，想要成为东北，但大多数地区绝不可能超越东北。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户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